大家好，在修行当中有个诅咒，我这里分享5个破咒的方法送给那些玩真格的人，也就是真的想了解真相、开悟觉醒的人。修行当中的诅咒就是，如果你想要修行，那就得学习。既然要学习，就说明在这个行业你不懂。可问题在于，如果你不懂，你又不知道去跟谁学，这个才是学习当中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学习的诅咒。这个问题绝对不是过程当中的细枝末节。学习的第一步是听老师的，但学习的第0步却是选对老师。大部分人觉得学习难，并不是因为努力不够，而是他们在分辨优秀老师的技能上几乎为0。因为修行是一种内在工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不能拿出来做数据对比。它不像其他行业可以有什么资质，有什么专利，有什么成品等等来进行一个辅助验证，所以导致了很多的修行者在这块迷茫无助，也有很多人误入了歧途。学校和社会是2个赛场，学校里面所有的老师都是确定，你只需要从第1步到第100步，你不需要管这个老师对不对，不需要管他教的好不好，就算你不喜欢他，你也得跟他学，你不能换班呀，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如何消化这个老师讲的东西上面。但是在进入社会的一瞬间，规则就彻底变了，但是大部分人都毫无察觉。进入社会之后，学习就不是第1位的，因为在这个动作之前还有一个更底层的规则，就是你怎么知道哪个老师更好。学之前你不会选老师，那学的路上你就会吃尽苦头，浪费了你的时间和精力，还拿不到你想要的结果。这就是第0步的重要性。可问题在于，当你去选的时候，你发现信息过剩，无数的老师，无数的书籍，无数的方法，怎么挑，怎么选。因为存在很多的冲突和矛盾，你也不知道谁讲的到底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体系有框架，实操有效率。所谓的框架，就是在你走迷宫的时候，偷偷给你一张航拍图，有了这个图，你才知道，我走每一步是为了什么，你的每一个行动才有了意义。否则你就会像一个新司机一样，跟着教练走，左拐右拐，右拐左拐。为什么要这样走？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是什么？不知道。那这样的结果就是看上去好像每一步你都懂了，可连起来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教练一离开，书本一合上，你就傻了。所以无论做什么，学什么，选择永远大于努力。别的行业我是小白，但是修行领域我倒是可以教你怎样去分辨和选择。大概有以下4、5点吧。第一，不要看外在的表象去选择老师，因为那些都是形式化的东西，更不要听那些新鲜的名词，要看实实在在的东西。记得修行是非常接地气，非常的平实，更不复杂，没有那么多的步骤和规范，要能透过表象去看到核心。第二，让你听了能够热血沸腾，能够引起共鸣的东西不要学，不要看，因为全都是高大上的理论，鸡汤哲学。听的时候觉得说的真好，听完了鸡汤是鸡汤，你是你，因为你做不到，
你只看到了山，却不知上山的路。恰恰相反，那些让你听了不舒服的，其实才是你真正需要。第三，远离二元论。凡是嘴里常挂着善恶对错的，一定是陷在了法理中，偏之一端，成了法痴。他们所谓的善恶三观，也不过是用来交换未来的福报的一个筹码。实相是多维多远，是同时性的。信念创造实相。当你想通过修行脱离苦海的时候，你的苦海已经无边无际了，你永远都跳不出来。第四，能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能够站在你的维度，你的认知范围，用你熟悉的东西举例描述，让你理解它的原理，而不是无脑奉行的照做。第五，也是最后一点，不要随大流，认为很多人选择的一定就是好对的，岂不知那些人和你都是同样的想法。遇事一定要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切不可被表象迷惑。记得你的小我喜欢偷懒，喜欢高大上，喜欢自我认同，这些都是他的把戏，千万要警惕，因为他不想让你出离，不想让你解脱，这样他才是安全。你不学正确的知识，你就会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永远觉得不需要学正确的知识，然后永远自以为是下，变成了温水里的青蛙。你不知道自己在坑里，你永远不会有跳出去的想法。这个就是学习的诅咒。我希望你能跳出这个修行的魔咒，找到那条回家最近的路。谢谢大家。